这手串至关重要，绝对不能被外敌夺走。小姐一定要保存好。手串是大夏至宝，一定要拿到。小姐，我去引开他们，待会儿不论发生什么事，您都不能出来。今日我拼了这条命，也要保护小姐周全。交出手串，饶你不死！想拿手串，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！原来在你这儿！放开小姐！四叔，你敢杀我四叔，我杀了你！就凭你一个黄毛丫头，不，小姐啊！哈，此番边疆归来，乖徒儿又精进不少啊！这招借力打力已在我之上。师父，如今你练成为师全部绝学，又镇守华夏10年，世间再无人是你的对手。若非师父10年前从崖下将我救起，又收我为徒，传授绝学，徒儿早就化作白骨，又怎会有今日成就？唉，为师本想留你在山中，可惜你尘缘未尽。我要回家。我宋家当年惨遭外族灭门，四叔也惨死在贼人刀下。如今外族入侵，乱我华夏，血海深仇，我怎能不报？为师明白，今日是你18岁生辰，这是为师给你准备的贺礼，也是你的出师礼。黑卡、倾城诀、逍遥丹。黑卡里有2万亿美金，随你支配；而逍遥丹可解世间百毒。此次下山凶险万千，你留着防身。当年救你的家仆，如今还活着，就在江城的群英武馆。你下山后可去寻他，将倾城诀传给他，算是报答他当年的舍身相救之恩。四叔还活着，太好了！莫急，为师今日还要传给你一样最重要的东西。这凤鸣9天已认你为主，有了它，无论是各大世家还是军中战神，皆为你的奴仆。师父，徒儿，为师走后，若华夏有难，希望你能出手相助。师父竟然飞升成仙了！徒儿一定不负师父所托。老神主飞升，凤鸣9天认下新主，大夏有救了，准备启程，我要拜见新主。是。这是凤鸣9天。萧总，看方向是在江城。华夏10年屈辱，终于等来新主出世，让江南王先行迎接，其他人随我，立刻去江城拜见主人。
江城林家家主林乔松拜见神主。起来吧。神主，萧家主与青叶战神正在赶来拜见您的路上，还请您随我先去寒舍暂住。国难当头，除了我想找之人，没空见任何人。你们散了吧。是。林森，神主安危不可懈怠，你跟上去，有消息随时汇报。属下明白。家主，胡四没用，没有照顾好小姐，也不能替您洗刷冤屈，为宋家伸冤。胡四该死啊！爸，当年您为了守护宋家和百姓，被砍了双腿，瞎了右眼，还毁了脸。您做的事情，家主在天之灵都会看到，不会怪你的。小姐至今生死未卜，不知流落何方，你让我如何能够安心？对了，上次派去找小姐的人，有什么消息传回来？爸，那云崖高达数千米，哪怕是绝世高手掉下去，也九死一生。何况小姐一个孩童，根本不可能有生还的机会。住口！小姐吉人自有天相，她一定还活着。找，继续找。已经派人去找了，但7日后的锦标赛也重要。如今华夏民心不稳，青叶战神想要借此来重振民心。刘馆主，李馆主，你们这是？胡馆主救命啊！我江城武馆有大难啊！出什么事了？今日来了一伙洋人，从东街打到西街，打赢了所有武馆。凡是失败的武馆，轻则被断手断脚、踢碎招牌，重则武功尽废，变成摊子。他们还扬言要在华夏禁武，这群该死的洋人！师傅，不好了，洋人打上门了！这位小哥，请问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来了一伙洋人踢馆，出手狠辣，非死即残。听说是奔着锦标赛来的，锦标赛十分重要，他们这是要折断我们大夏的脊梁啊！要不是当年宋燕山那个卖国贼，怎能让外国人那么嚣张？两位朋友，当年之事另有隐情，还请不要乱说。还提什么当年？现在都被人欺负到家门口了，整条街就剩下群英武馆了。四叔的武馆，正好，我去会会他们。胡馆主，就是他们，自称是西洋武道大师，不讲道理就打人。听闻群英武馆高手辈出，我们特意前来讨教一二。出手狠辣，招招致命，这哪里是讨教，分明是故意挑衅。谁让华夏武学垃圾？要是有人能打得赢我身边这3位大师，我们自然会走。可若是打不赢，那就活该变成残废。你假借踢馆之名，打伤这么多的武学同道，到底想做什么？很简单，输了的人要将这块牌匾挂起来，承认你们学的武道是垃圾，并且退出锦标赛，终身禁武，让你们只拿人改学西洋技。做梦！锦标赛代表我们华夏的荣耀，是民族的脊梁，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染指。周经纬，你身为外交官，却帮着洋人如此羞辱同族，践踏武道，你还配做华夏人吗？谁想当这垃圾华夏人？我早就入了樱花国旗了。我是高贵的樱花国人。明明是下贱，无知愚蠢！等我们以外族身份赢下锦标赛，废掉华夏武道，不出3年，你们必败！无耻汉奸，凭你们也配？尽管放马过来！幸好胡少馆主深得老馆主真传，当初在边疆更是斩了几百个洋鬼子，他真的还活着，定能出口恶气。当年四叔替我宋家抵御外族，没想到落得这般下场。这些洋人必须要付出代价。这些就是来踢馆的？对，洋鬼子真他妈不是东西，
不仅骂我们华夏人都是孬种懦夫，还扬言要废掉华夏武道。敢在我们华夏地盘上撒野，找死！幸好胡少馆主深得老馆主真传，当初在边疆更是斩了几百个洋鬼子，有他在，定能出口恶气。在下群英武馆胡磊，请教。这是汉城第一跆拳道大师朴世旭。愚蠢的支拿猪只会些花拳绣腿，连给我的跆拳道提鞋都不配。我汉城岛国才是世界武术的中心，你们垃圾！大言不惭！少馆主不愧在边疆历练，凌厉的拳风打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。天赋不错，可惜他不是朴世旭的对手，3招之内必输。你这小丫头懂什么？胡少馆主可是我们江城的少年英雄，怎么可能输？你只配舔我的鞋底。你只配舔我的鞋底。混蛋！比武向来都是点到即止，就算少馆主输了，也不能这么侮辱他。输的人就是废物，是我的奴隶。别说侮辱，就算我打死他又能如何？这洋鬼子就是在挑衅我们，是欺我华夏无人吗？太过分了！四叔来了。老馆主打得好，打得好！这朴世旭虽然厉害，但不是四叔的对手。他儿子的仇，由他亲自出手更好。支拿猪果然都是无耻的贱人，不仅偷我汉城武学，更会在背后出阴招偷袭。我华夏功夫起源之时，你们老祖宗还是个畜生，也敢在此地叫嚣武学渊源。我华夏功夫博大精深，今日我便要好好教训教训你！竟然辱我先祖，我先废了你！好，打得好！四叔果然老当益壮，不负当年英武。森田，上！老馆主，你在茶里下毒！多谢林少，江城所有武馆已全军覆没，之后的锦标赛必是林少的天下。不知道这入籍樱花国之事，放心，我们森田君肯定办妥。你这小子有点眼力劲儿，配给我樱花国当狗！谢谢森田君。刘维达，你无耻！毒害同道，跪舔小鬼子，简直就是我们武道界，不是我们整个华夏的耻辱！我呸！垃圾华夏，也就你们当块宝。更何况，当年宋燕山为投靠洋人，下毒害死数百武术同道，跟他一比，这不过是毛毛雨。无耻狗贼，也配与我父亲相提并论？可怜我父亲忠烈一生，死后却被同胞如此侮辱。我宋家世代效忠华夏武道，又为了什么？胡说八道！当年的事另有隐情。你们华夏武者的这点水平，放在我们樱花国，倒垃圾都不够资格。乖乖跪下磕头认输，承认你是武道，哦不，你是华夏懦夫。谁说我输了？我还能战！我华夏没有懦夫，华夏武道更是世界武道之巅。还说华夏不是垃圾？不只是武道，整个华夏种族都是垃圾。
一群懦夫孬种！既然你们不敢应战，那就把匾挂上去，自废武功，滚出江城！我还可以。四叔再跑快一点，快点！好，小姐放心，有四叔在，会一直守护着你的。大胆狗贼，找死！我泱泱大国，为什么会打不过这几个洋鬼子？哼，还不是怪宋燕山这个卖国贼！要不是他当年害死那么多年轻高手，导致我们现在人才凋零，我华夏武道何以沦落至此？说得对，听说他满门被灭，活该。我觉得还应该将他拖出来，八坟鞭尸。对，八坟鞭尸。当年宋家为国奋战，为武道争光，肋骨都折了7根，你们还有几人记得？如今被贼人稍稍挑拨，就将宋家人踩在脚底，肆意辱骂。华夏人若都像你们四叔这般拼命，真是不值。哈哈哈！华夏武者都是一群怂包啊，居然都没人敢上。好，好，好，卑劣的华夏，以后就是我樱花国的天下了。老东西，我这就来送你归西。你敢！小鬼子，你敢欺辱我华夏人，你找死！这3个不是我们江城出了名的废柴，整日不学无术，花天酒地。他们3人也不是武道学徒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上去干嘛？这不是送死？他们怎么可能是那家伙的对手？老关主，你休息，这等垃圾没资格辱我华夏，不自量力！花拳绣腿也敢来送死？小兄弟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快走吧！什么华夏武功天下第一，不过是一群垃圾。只有我大樱花帝国才是永恒主宰。今日是我学艺不精，非我华夏武学不行。要不要我帮你回忆一下，你的老祖宗当年是怎么跪在我们的大刀下，舔着脸求饶的？找死！小伙子，你也不是武馆的人，何必趟这趟浑水？再这样下去，你非死不可呀！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。我太爷爷当年曾击杀37个倭寇，我怎么能给他丢脸？我爷爷也不差，击毙了28个。我爷爷死在小鬼子的手中，可我爸爸杀了他们16个，我叔叔杀了7个。我骨子里流的是抗击外敌的血。没错，我们身为华夏人一日，就绝不会给祖宗丢脸，给国家丢人。韵儿，我华夏泱泱大国绵延不绝，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的努力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小伙子，认输吧，我们知道你尽力了，输了就输了。当年我爷爷宁可冻死在雪地，也绝不低下头颅。华夏没有孬种，绝不认输。该死的支那猪，敢偷袭老子，有种的报上名来！我们是华夏人。好，今日我就要亲自打碎你们华夏人的骨头。你们这群贱骨头，再叫嚣，也只能证明你们是跌劣的物种，跌劣的民族。只要你现在投降，承认华夏武学是垃圾，我给你一个全尸。你能踩断我的脖子，踩不断华夏儿女的脊梁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欺我华夏，辱我武道。辱我华夏，小鬼子，我跟你们拼了！认输吧，这样下去真的会死啊！一群蝼蚁，螳臂当车！你们这群华夏人，只会无能狂吠，现在还不是在我脚下当狗？不，你们连狗都不如啊！真是一群贱种，只配给我们樱花国人当狗。确实是贱种，华夏人就是垃圾，还不如学我，趁早投靠森田太君。华夏果然无人啊！我大樱花要称霸天下，你们华夏注定给我们为奴为仆。谁说无人？若武道复兴要流血牺牲，自我背时，尊严我们靠自己挣。今天杀了我们3个，明天还会有300、33000个华夏人站起来。我们华夏人脊梁始终高高耸立，你们压不垮。那你们就去死吧！该死的人，
是你。你是谁？神主出手了，快，速速前往江城！撤！不好！神主震怒！江南王这个废物，竟敢怠慢神主！看我不扒了他的皮！背礼入江城！无名小卒不值一提。好厉害的武功！想不到这女孩年纪轻轻，竟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无妨，这里交给我，你们去后面歇着。姑娘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？花姑娘人美，武功也不错，不如跟我回樱花园，做我的第17房小老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的家族乃是樱花园的贵族，跟了我就拥有了无上的荣耀，还不跪谢森田太君？据我所知，森田祖上3辈都是给贵族倒马桶的，现在竟然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说自己贵族，简直是笑话！这年头倒夜壶的都敢说自己是贵族了，那我岂不是皇帝了？是不是樱花园的夜壶不够倒，所以跑我们的地盘上来？奸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想不到这小鬼子竟然这么厉害，刚才根本没发挥实力啊！森田君可是樱花园武术第一人，师曾樱木大师。樱木大师，那不是当年打败我国第一高手宋燕山的小鬼子吗？这家伙竟然是他的徒弟，难怪那么厉害。原来是当年偷袭我父亲、窃取冠军的老秃驴樱木的徒弟。樱木算什么东西？我一只脚就能踩扁他。姑娘，樱木不仅武艺高强，还十分擅长偷袭。这森田深得他的真传，你切不可大意啊！您放心，我不用手也能打得他屁滚尿流。大言不惭，看刀！好厉害的刀法！哈哈哈！这丫头被森田太君吓傻了。这一脚是还你刚才出手偷袭，这一脚是还你目中无人，出言羞辱我华夏，这是还你欺我同胞。多谢姑娘出手相救，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，请受我一拜。四叔，你叫我什么？四叔，是我月儿。月儿，真的是你！我以为我这辈子都没机会再看见你了，想不到你还活着。四叔，我来晚了，若无当年您的舍命相救，也不会今日的我。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。不可不可！你怎么能给我磕头？你长得像夫人，武功又比老爷更上一层楼。你这般有出息，他们在天之灵也能瞑目了。我就是死了，也能安心了。四叔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有我在，您不会有事，群英武馆也不会。这样下去不行，萨农，只能让你出马了。哼，李少放心，我一个手指头就能碾死他。怎么回事？地震了吗？不是周金毁带来的高手，他是婆罗国第一高手撒农，一拳能打死一头大象。传说中，凡是与他对打之人，3招内必死。
韵儿，当年我没有护好你，连累你流落在外10余年。今日豁出我这条老命，也要护你周全。四叔，当年是你拼死护我，今日换我护住你。韵儿，他的武功比森田厉害10倍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快回来！四叔，相信我。臭丫头，刚才你能赢不过是投机取巧，现在撒农的胳膊都比你大腿还粗，他一根手指就能拧断你的脖子。识相的乖乖跪地求饶，本少还能留你全尸。武学讲究灵活变化，若是肌肉多就能赢，不如去围栏里做头猪。像他这种，或许能值个50块。笑话！在撒农的擎天巨力面前，华夏武学就是不堪一击垃圾。任凭你再怎么牙尖嘴利，也改变不了。你给我提鞋都不配。3招，你必死。巧得很，对付你，我只需要1招。韵儿，躲开！快躲开！任凭你武艺再高，在绝对力量面前，也只有死。怎么回事？不知将军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我接到消息说这里有人闹事。将军，你来的正好。这贱人废了森田君，还杀了撒松大师，今日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。就是你打伤了这2位国外人。没错，人是我打伤的，有问题找我，不要牵连无辜。杨将军，2位大师不远万里来到江城，与我华夏武道切磋，那是为了江城乃至整个华夏武学的发展做贡献。事关2国友好邦交，没想到竟被人如此羞辱。是你们先动手的。杨议员息怒，此事另有隐情，并不是周郡皇说的那样。我问你们，是你们先动手的？是我们先动手的。
这些小鬼子不仅先欺负我们的，还要废掉华夏武道。这块牌匾就是这群洋人带来的。杨将军，这些人就是在胡言乱语，赶紧把他们抓起来，关进大牢。林少说的没错。来人！一群垃圾，还敢跟我林少作对，简直！把这些洋人都给我抓起来！王爷，神主，在群英武馆出事了，请您速速前去。什么？哪个混账羔子敢得罪神主？快带我去！杨将军，你傻了呀？闹事的是他们，是他们侮辱杨大人啊！本将军做事还需要你来指定。姑娘，身手不错。你很不错。怀古虽是一介莽夫，却也知道何为对错，何为家国。姓杨的，我劝你慎重。森田君和撒农大师都是享誉国际的武学大家，这丫头敢打伤他们，那可是要上升到国际外交的大事。比武哪有不受伤的？自己学艺不精，还敢抱你？算了，只要你们肯磕头认错，我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否则，你们都要掉脑袋。哦，你确定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愚蠢的支主人！如果你们敢乱动，我就切腹自尽，让你们华夏背上侮辱友邦的骂名。不行，这骂名我们背不起。一群懦夫！既然你们背不起，那就跪下，承认华夏武道是垃圾。好，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森田太君，森田太君，杨怀古，你敢杀樱花大师，你这辈子到头了！臭丫头，你是想造反吗？我是要教教你何为上，何为尊。你身为江城外交官，本应以唇舌为鉴，维护国家尊严，守护华夏同胞，你却尸位素餐，敌我不分，对欺辱同胞的外地殷勤谄媚，一味打压自己人，这样的德行根本不配做一个议员。我如何做事，还轮得到你一个臭丫头来教？我投靠樱花，那是为了为华夏拉拢盟友，而你袭击官员，行为极其恶劣。我现在就将你抓起来，严肃处理。从现在起，你已经不是外交议员了，你们周家也在江南除名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江南王吗？你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能撸了我的议员？你可知各州的外交议员都是由京都直接钦点的，在各州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林少更是江南王心腹，你一个黄毛丫头想将他撤职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江南王，江南王就是江城之主，是我们华江以南一带的至尊，地位仅次于京都王，所以便有了江南王之名。我当是谁？江南王纵容属下耀武扬威，欺压百姓，实在欠教训。这姑娘是疯了吗？她竟然说要教训江南王。江南王不仅地位尊崇，更是手握重兵，就算他武功绝顶，王爷杀他也如碾死一只蚂蚁般简单。我深得江南王器重，如今你这贱人竟然在此地大放厥词，简直找死！韵儿，江南王位高权重，心狠手辣，你不可放肆啊！姑娘，我知道你是想救我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杀了森田，我愿意承担罪责。杨怀国，你以为你逃得脱？你滥杀樱花大师，蓄意毁坏两国邦交，若导致国战再起，大夏被樱花吞并，无数百姓流血而亡，你杨怀国万死难救。这周金华好恶毒，杀人还要诛心。樱花与我们大夏乃是死仇，如此折辱，
是要让杨怀古背上千古骂名。何止杨怀古，这是要让我们整个大夏颜面尽失。周经纬，你不是江南王，你没资格定我的罪。我乃江南王心腹，我要是没资格，整座江城的人都没资格。哼，看来你是想让这里的人全都陪你一起死了。依我看，他就是……你放屁！我杨怀古一生为国为民，何曾有私心？为国为民，那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你就是想制造两国矛盾，让华夏百姓遭受苦难。你不会以为江南王会放过你吧？别忘了，当街杀人的是你。杀人偿命，规矩道理。告诉王爷一声，我今天先走一步。慢着！死之前，别忘了跪在森田君的刀前，学3声狗叫。你什么你？你想让大家陪你一起死吗？你想让大夏百姓流血吗？好，我跪。叫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中国人，这就是你们的英雄，一个只配在樱花面前学狗叫的废物。杨怀古，自刎谢罪啊！我杨怀古对不起各位父老乡亲了。住手！没我的旨意，你不准死。韵儿，你快回来，不要触怒江南王啊！姑娘，我烂命一条，不值得你用命搭救。四叔、杨兄，不用担心，那江南王不过是给我提鞋的小弟而已。本想大发慈悲，饶你一命，没想到你自己愚蠢，竟敢辱江南王。现在天王老子来了，你都要死。韵儿，江南王有10万铁骑，不可玩笑。四叔，我叫他往东，他绝不敢往西。不信，我现在就打电话叫他来。5分钟，马上到群英武馆。快去武馆！还在嘴硬。江南王是华江以南的核心泰斗，他怎么可能会听你的命令？他打个喷嚏，整个华江都要震一震。信不信，他不仅不会砍我，还得跪着见我。我呸！你这个贱人，好大的胆子！要是江南王能跪着见你，我给你磕头谢罪；若是没有，江南王一怒，伏尸千里，流血不止。月儿不可再胡说，不要连累了这些无辜的人。哼，不知死活的贱人！我这就禀报江南王，不仅请他废了你的武功，还要整个群英武官陪葬。这是江南王贴身护卫的重甲兵，难道江南王真的来了？参见江南王！新神主已到江城，你们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王爷，您来的正好，属下正好，一事禀报。有个群英武馆的臭丫头，仗着会些拳脚功夫，嚣张狂妄，残杀咱们的外国友人，手段残忍，简直令人发指。新神主即将驾临武馆，要是让他看到这个场面，责怪我管理无方，我万死难辞参就。哼，我掌管江城几10年，还没见过如此狂妄之人。人在哪儿？叫过来我瞧瞧。不，他们都是胡说八道，不是他做的，人是我杀的，要杀要剐
都冲着我来！王爷，是周建王他们几个仗着外国人的身份，在我华夏地盘耀武扬威，残害我江城武道数十人，还屡次辱骂国人。我们是逼不得已才反抗的。放肆！这里什么时候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王爷，明明是那贱人横行霸道，胡作非为。不仅如此，他对王爷您出言不逊，扬言您来了也得向他低头下跪。好啊，本王还从未遭受如此奇耻大辱，我倒是要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，敢让本江南王低头。王爷，是我杀了森田，一切罪责我一个人担着，不要连累他人。杨怀虎，你可知在我的地盘上杀人要付出什么代价？我杨怀古但求一死。你既然知道规矩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江南王，你小子好大的威风！月儿，谁允许你在这里撒野的？王爷，就是这个贱人，满嘴喷粪，王爷可不要让他死得太轻松了。凭你的罪行，足以千刀万剐。王爷息怒，我这就砍下贱人的头颅献给您。你说，要砍他的头颅献给我？正是，这都是他罪有应得，也是属下该做的。放肆！拜见小姐。我来迟一步，连累小姐受苦，求您恕罪。你们江城卧虎藏龙，一个小小的议员也敢放眼掌握百姓生杀八权，无视法度，我还岂敢恕你的罪？你说是不是啊，王爷？小姐您说笑了，我辖区向来律法严明，绝不允许有人为非作歹，仗势欺人。周敬和，你勾结外贼，欺辱百姓，今日本王一律罢免你的官务。来人，给我拖下去重打40鞭，交由慎刑司严加拷问。王爷饶命啊！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！无视我大夏律法，草菅人命，将他送去无极地狱，终生不得出。我可是国际友人，你们不能随便处置我。王爷，我错了，饶命啊！胡关主，我错了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我也是被周金渊胁迫，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。求您大人有大量，饶过我这一次吧。不行，如此心术不正之徒，留着就是祸害。今日我便杀了你，为民除害。住手！月儿，你已经废了他的武功，看在他年事已高的份上，就放过他吧。四叔，他勾结外贼，不仅下毒谋害你，还害了这么多武馆弟子重伤。如此轻易放过他，日后谁还将群英放在眼里？我愿意拿出10万块，作为这些弟子们的补偿，只求胡馆主念在我们相识几十年的情分上，饶过我这一把老骨头。你当我们稀罕你这点钱？小姐，我记得群英武馆一直申请扩充地面，刘氏武馆与群英比邻而居，我看不如让他将那块地送给群英，以作补偿。王爷，那可是我们刘家祖传的。你还有异议？小的不敢，听凭王爷吩咐。滚！日后你再敢踏进江城一步，我便一刀砍了你。我当是谁有如此高强的武功？原来是当年的宋家余孽。今日之耻，我定要你们100倍偿还。小姐，那江南王对你似乎很畏惧。当年救我的师傅有点身份，所以他才会如此。对了，四叔，你身上的伤……当年你掉下山崖后，
我被东瀛人带走，囚禁了大半年，身上的伤都是拜他们所赐。后来我趁机逃跑，回到江城老家，开办了这个武馆。四叔不比当年，如今是个废人了。不，四叔，你不是，我一定会给你报仇，给父母报仇。说到这个，小姐，你母亲可能还活着。四叔，你说的真的吗？你见到我母亲了？唉，此事说来话长。近些年，东瀛人不断来华，举办各种武道比赛。我发现不少高手在拿到比赛冠军后，都会去樱花国进行武术交流。偏偏那些人去了之后，再也没回来。虽然官方说法是他们抛弃国籍，入了樱花国，但我总觉得不对劲。在我再三追查下，总算在京都祭坛山发现线索。我曾乔装改拜进山，听到守卫提及祭坛山里还囚禁一名重犯，是当年宋家女主人。后来我又想到10年前，有几个东瀛人曾经常出入宋家，之后不久就发生比赛选手中毒事件，因毒药是宋家秘药乾楼草，宋家便被打上卖国贼的标签。这么说，当年宋家被害一案是东瀛人做的，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宋家全族被灭，您的亲人只剩青城钱氏一族，如今钱家的现任家主就是您的姨妈钱若雨，或许她能知道什么。看来我得去一趟青城山。见过佐藤大人。你说有很重要的事情找我，说吧。您在找的宋家余孽，他叫宋韵，此刻就在群英武馆内。当真？我亲眼见到他手上戴着您交代林少要寻找的手镯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大赦至宝终将是我的。江南王飞鸽传书，金神主已经不在江城，正在往青城山去。既如此，那我们可要先一步赶往青城山，等候神主驾到。周副将，你先去青城山钱家，替神主安排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吉坛山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又有东瀛高手坐镇，小姐想单枪匹马闯山救人，不仅危险重重，还容易暴露自己宋家人的身份，届时说不定不能救回夫人，反而打草惊蛇，惹祸上身。但今年武道锦标赛的冠军赛需进入吉滩山闯关，只要小姐能进入决赛，就可以名正言顺进山，趁机救回夫人。四叔考虑的没错，本次竞标赛事关国运，确实需要谨慎对待。我需要一个假的身份。当年宋家出事，钱氏也遭受牵连，幸而你姨妈修炼凝心诀，功力大成，一举成为大夏高手榜排名第3的高手，这才让钱氏重新崛起。师父曾说，凝心诀是仅次于青城诀的武功，姨妈未满40就能登顶高手榜，实力的确非凡。血脉亲缘是最不能割舍的，我相信只要今日我们诚心祈求，再加上江南王也去信钱家，相信钱夫人会给我们敲见信的。哼，这胡明祥不过是宋家的家仆，何时攀上了孙卫江南王？劳动他亲自写信，要求我们大开方便，给他推荐信。据传今年比赛冠军有机会被青叶战神收为弟子，宋韵定是想借机傍上战神，简直做梦。那江南王若怪罪，我们该如何？胡明祥不过一个奴才，怎么可能跟江南王有多深的交情？而且你爷爷已去迎接战神前来，
我钱家马上要有青叶战神这个大靠山，还怕他一个区区江南王？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江南王真与他交情陪审，难道还能为了他得罪青叶战神不成？母亲说的极是。一会儿胡明祥来了，你不用对他们客气。当年钱若云仗着自己天赋高，又嫁给华夏第一武道高手宋燕山，处处压我一头，这口气我忍了20年，今日定要10倍讨回来。母亲放心，我晓得如何做。在下群英武馆胡明祥，今日特来求见钱夫人。我钱家是什么地方？什么路边的野狗都敢往里闯，想死吗？你骂谁是狗呢？这是你姨母的独子，若惹了她，必然会得罪钱夫人。表少爷，我原本是宋家家仆，这位是我家小姐宋韵，也是您的亲表妹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宋家的狗啊！既然是狗，见到主子先叫2声来听听。再满嘴喷粪，信不信我打得你满地找牙？表少爷，我们好歹也是亲戚一场，您一再如此无礼，也不怕钱夫人怪罪吗？呸！宋家可是卖国狗贼，是华夏武道之耻，而我母亲乃堂堂华夏第3高手，我钱家更是倾城武道世家之首。你们这种垃圾也配跟我们攀关系？我看你是讨打！贱人好大的口气，想打架是吗？我知道你们今天来是想从我母亲手里拿到推荐信，要信可以，只要你能打赢我的手下，顺利的到达前厅，我然可以把信给你。小姐，你得养精蓄锐，为比赛做准备，让我来。四叔，你这分明是故意羞辱。没错，我就是故意羞辱你。不服气啊？弱小就要挨打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知道吗？很好，你成功惹怒我了，想玩是吗？我来陪你打。行，本少爷这个人最心软，就喜欢成全别人的要求。看见地上那个圈了吗？你站在里面，跟他们相扑提示比斗，谁先出区，谁就输。相扑力士，每个人的力气都在千斤之上，未免太不公平。你们胡家一个垃圾武馆，也敢和我们钱家比公平？我母亲可是堂堂第3大高手，地位仅次于战神大人。口说无凭，你可敢白纸黑字写下，只要我打赢，你们就交出推荐信。小姐，这几个人的武功高深叵测，而且默契十足，个个以一当十，你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表少爷，我们不打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我们只想见一见钱夫人。求我？行，本少爷正嫌弃这脚上沾着狗屎晦气，要是你能帮我舔干净，哄得本少爷高兴，本少爷就高抬贵脚，放你们一条活路。四叔，不必求他，今日我必打得他们满地爪牙。臭丫头，我可告诉你，一旦上了这个擂台，生死各安天命。听说前几个月中东那边小国叛乱，有一国酋长聘请这几位力士，直接干掉对方一支1000人特种兵队呢。是啊，这姑娘如此瘦弱，怕不是连力士的一根手指都接不住，不说摔成泥，也得粉身碎骨。不行，小姐，你快回来，我们再另外想办法。几个小喽啰而已，就算是钱若愚本人来了，我也不放在眼里。这人的脑子是被驴踢了吗？钱夫人可是第3大高手，动动手指就能捏死他。别说我欺负你们，你们几个一起上。疯了，居然敢用一只手对抗2位力士，怕是不知道死是怎么写的。一只手，你们误会了，是一根手指。好大的胆子！今日我便教教你死字怎么写，给我上！小姐，你不能冲动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我们快走！你敢不敢再跟我打个赌？赌什么？我若能在1招内打败这些人，你不仅要将切剑信双手奉上，还要跪下向四叔道歉。1招？就凭你？我可以答应，但若你输了，不仅要给我跪下磕头，还要脱了衣服伺候这2位力士。你敢辱小姐，你找死！我不可能输，我答应了。好，既然非要自寻死路，本少爷就成全你。兄弟们，不必手下留情，解决他！这丫头有鬼，一起上！
我赢了，认输吧。认输？我呸！你杀了我手下这么多人，还想要推荐信？我给你阎王信！出尔反尔，仗势欺人，钱家怎会养出你这般无耻小人？妈的贱人，你赶快放了我，否则等我母亲来了，一定会把你千刀万剐！小姐，快放开表少爷！那个家丁必是去找钱夫人的，若是被他看见你如此，我们两个都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来了又如何？我从未将他放在眼里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莫不是仗着自己认识江南王，就以为能在钱家横行霸道了？那你的算盘就打错了。我母亲最痛恨的就是你这种狐假虎威之人，你敢在她面前嚣张，她定不会对你手软。小姐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先走为上。求见信的事儿，再另想办法。敢在我钱家闹事！这下麻烦大了，夫人息怒。我们此次是想要锦标赛的推荐信，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当年宋家灭门一事，想求教夫人，并非闹事。我呸！这死丫头刚才险些杀了我，这是你们求人的态度吗？表少爷，是您为难我们在先，所以小姐才……钱夫人，我们此次是为推荐信而来，并非有意挑事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这里哪有你插话的地方？年纪轻轻，竟然就有如此功力。我本以为你与我母亲一母同胞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我们钱家乃倾城武道之首，威名赫赫。你一个卖国贼的女儿，怎配与我们做一家人？我没有将你打死送交法办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钱夫人，就算你不念在亲戚一场的份上，也要给江南王3分颜面。我们小姐与江南王可是交情匪浅。江南王算什么东西？我钱家的靠山可是青叶战神，江南王在战神面前连提鞋都不够资格。这么说，你是执意不肯帮忙了？当年宋燕山通敌卖国，害死我华夏武道大半青年才俊，最后竟只落得一个枪毙的下场。多少人愤愤不平，幸而苍天有眼，一道天雷劈中宋家老宅，烧死你们这些走狗余孽！我不知多拍手称好。你再说一遍，我更不会告诉你们任何与当年有关的消息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拳脚上见真章。我没听错吧？他竟敢挑战华夏第3高手！见过找死的，还没见这般找死的。他跟钱夫人的差距，就好比门口的土堆跟珠穆朗玛峰啊！钱夫人跺跺脚就能够使风云变色，山河震动，怕是待会儿一拳就能将这个丫头挫骨扬灰。你以为自己会点三脚猫的功夫就能挑战我母亲了？就算再让你练300年，你都比不上我母亲的一根手指，傻逼！哼，要你死还用不着我出手，与你动手那是侮辱我的身份，更让人嘲笑我以大欺小。哦，原来你是不敢。混账东西，你以为你是在跟谁说话？我动动手指就能让你死无全尸？是吗？那就尽管放马过来。好张狂的丫头，今日我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。小姐不要，这钱若祥的功力胜过刚才几人100倍，10个你
也不是他的对手啊！四叔，对付他，我一招足矣。便是战神大人来了，也别想在一招内打赢我！你个贱丫头，竟然如此大言不惭！战神于我而言，不过蝼蚁啊！小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那可是战神啊！他竟敢辱骂战神，简直大逆不道！战神能让乃我华夏脊梁神柱，他如此欺辱，是在打我们整个华夏的脸！贱人，胆敢侮辱战神，给我跪下！你敢动我，以下犯上，乃是死罪。动了，又如何？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你没事吧？天啊，我没看错吧？他真的一招就秒杀了钱夫人，他练的什么功夫这么厉害？而且他都没有动过，就那么挥了挥袖子，轻飘飘的就打败了高手榜排名第3的钱夫人。小姐，你真的没事吗？四叔不用担心，他根本伤不到我的。死丫头，刚才你不过是运气好，我就不信我的凝心诀会输给你。看在我母亲的份上，我才对钱氏一族再三容忍，可你们却变本加厉，让人无法再忍。呸！钱若云那贱人早就被逐过钱家，她根本不配姓钱。你这个孽种，更加不配站在我钱家的地上，羞辱我母亲，找死！我跟你拼了！你不是口口声声要废了我，那今日我就先废了你。明儿，小畜生，你废了我儿子的武功，我要杀了你！你这到底是什么功夫？我前所未见。你不配知道。凝心诀已经是绝世神功，还能有什么比他更厉害的？莫非是国外武学？好啊，你这个贱人，竟然学着宋燕山那狗贼勾结倭寇，这一定是樱花国的功夫。竟然用樱花国的功夫残害自己亲人同胞，宋家余孽果然该死！该死的卖国贼，就该被挫骨扬灰，8分鞭尸！胡说！我们小姐不是卖国贼，我们宋家更不是。那他为什么年纪轻轻，武功就这么厉害？当年宋家可没有人会这样的功夫。我说不出来就是心虚，是默认。华夏功夫万万千，你们不认识，只能说你们见识浅陋，愚蠢无比。你不用再狡辩了，你们宋家骨子里就流着卖国贼的血。今日我不幸中了你的暗算，可我华夏武人成千上万，绝不允许一个卖国贼在我华夏的土地上耀武扬威。小姐小心！贵客即将驾临，你们在胡闹什么？父亲，你可回来了！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明儿的腿被废了。什么？啊！还好没有伤及筋脉，我已替他疗伤，休养一阵，便能恢复。哪个混账东西，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敢在我钱家地盘上撒野，人呢？父亲，就是他废了明儿的腿，还打伤了我。这丫头年纪轻轻，武功竟这样高，能将弱鱼打伤，到底是哪位大师的高速？他这眉眼间怎的这般熟悉？就是你伤了我女儿和孙儿。是我。在我钱家的院子里打伤我钱家的人，你可想过后果？钱明仗着钱家的身份狐假虎威，肆意羞辱我四叔，比武输了又耍诈不肯认。我打他是替你们钱家清理门户。你胡说八道！父亲，
这死丫头是樱花国的奸细，故意来我们钱家找茬，你千万不可信她，快杀了她！你才是胡说！钱老、荣炳，我乃宋家旧仆胡明祥，这位根本不是什么间谍，她是我家的大小姐，也是您的大女儿钱若云的独女，你的亲外孙女啊！什么？你是韵儿？想不到你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像，的确是跟你母亲很像。外公，钱老，我们此次前来，是想请钱夫人以比赛评委会主席的身份，替我们写一份推荐信，可以让小姐参加比赛。哪知道钱少却一再刁难，小姐迫不得已才出手，还请您明察。你也想参加武道比赛？是的，想必江南王在信中已经向您道出原委，还望您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替我们小姐写一份推荐信。想拿推荐信，简直做梦！可钱老刚才……哼，一个宋家余孽能活在世上，已经是宋家几辈修来的福气。如今竟还妄图沾染武道，做你们的春秋大梦。父亲，我要是为他写了推荐信，岂不是让世人都误以为我们和宋家还有勾结？这不是往我们钱家头上泼脏水吗？是啊，爷爷，当年我们钱家被宋家连累，遭受世人多少白眼，母亲几经辛苦，才有了钱家今日的地位。难道要为了这个臭丫头，全都付之一炬吗？明儿说的对，而且这死丫头贼性不改，不知从哪儿学了一身歪门邪道的功夫。这要是再让她去参加比赛，那我们华夏的武道可全都毁了。你们这是污蔑！我们宋家清清白白，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华夏的事儿。你有见过小偷说自己是贼的吗？你够了！推荐信不能给你。就因为我是宋家人。武道比赛举办的初衷是为了选拔华夏的青年人才，历届比赛前3名不是去国外接受更高水平武术指导，就是进入军中，在青叶战神麾下历练。更有限者得到战神青眼，被战神选为弟子，亲自教授。宋家是华夏之耻，你身为后人，这其中无论哪一条路都不适合你。我虽是你的外祖父，可也不能徇私枉法，为你开了这个先例。其实你是害怕我去参赛，赢了你的好孙子，让他得不到冠军，没办法成为战神徒弟，为你钱家光宗耀祖吧。我承认你的武功不错，在年轻一辈中算是翘楚。可军中不比寻常地方，那是华夏边防最重要的护卫线，对国忠诚远远比武功修炼更加重要。说来说去，你还是想维护你自己的孙子罢了。就凭他那点本事，就算去了，也是白白送死。宋韵，你自己不能参加，就污蔑我家明儿，实在是卑鄙无耻。我告诉你，父亲选我明儿是明智之举，他可是我们钱家100年来唯一一个学会左右手护国术的人，冠军早就是他的囊中之物。当初我已经将你母亲逐入钱氏家族，你如今姓宋不姓钱，就算让你去了，也不能替我钱氏扬名立山。何况明儿还是我钱氏最具天赋之人，来日定能将我钱氏发扬光大。左右护国术，你们说的是这个吗？你怎么会这个的？还竟练到了第9层？什么？第9层？我明儿苦练20年，不过才练到第2层。不，这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，是假的！哼，这种东西我7岁就已经会了，10多年没玩，倒是生疏了不少。这左右护国术可是钱家不传秘术，历代只有下一任家主才能修炼。多少前世旁支，苦心孤诣几10年，只能在临终前看一眼秘籍。
竟7岁就会了。钱明身为前世内定的下一任家主，苦练20年，还比不过人家孩童时期的成就，这真是打脸打到太平洋去了。父亲，这一定是钱若云那个贱人，当年偷学了秘籍，又交给这个臭丫头的。你再敢满嘴喷粪，对我母亲不敬，我便先送你去见阎王。放肆！若云好歹是你的长辈，你竟然当着我的面对他动起手来，如此不仁不孝之徒，怎配去参加武道比赛，得到战神的青睐？身为比赛评委，任人唯亲，一心谋取私利，青鸾若用了你们推荐的人，那才是为祸苍生。混账东西！你不仅对我出言不逊，还辱没战神威名，你找死吗？哪来的王八羔子，你敢擅闯我前世大门，魂腻歪了吗？滚开，别妨碍我们做事，否则我要你的命！不长眼的东西，敢跟本少这么说话，我才要你的命！你竟敢打我儿子，拿命来！若云不可！四叔可是看出什么了？这些人虽然黑衣蒙面，但武功套路像极了当年闯入宋家的那伙东瀛人。我也看出来了，看来这些人是冲着我来的。怕是他们已经猜出你的身份，所以才想对你动手。偏偏钱明硬是撞了上去，倒替你解了围。哼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按理说钱夫人的功力远在他们之上，但她如今身受重伤，怕是抵挡不了多久。钱家的生死与我们无关，四叔只管看戏就好。若云，若云，你怎么样？父亲，父亲，我岂有此理！大胆匪类！今日老夫必让你们有去无回！有种的光明正大与老夫打过，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我们不做英雄好汉，我们只要你的命！无耻小人！这群东瀛人太卑鄙了，眼看打不过钱老，竟用如此下作的手段。再这样下去，钱老恐怕撑不了多久。小姐，您……混蛋！有本事别躲在暗处偷袭，出来！出来啊！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爷爷，爷爷你怎么样了？爷爷，明儿，华夏武道都是垃圾，去死吧！想在华夏地盘上撒野，得先问过我。原来你在这儿，省得我再浪费时间去找了。你不是他的对手，还不快跑！呵呵，想跑可没那么容易，给我射！杀！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
无胆鼠辈，他们是死士，完不成任务，就算回去也会被折磨死，左右都是死，索性自杀。在你这个年纪，能有这样的武功究伟，的确不错。看在你刚才救了钱家的份上，我愿意给你一次机会。真的，多谢钱老，我这就让人给您准备纸笔。我们不是说好了？我不是说要给他推荐信的意思。可钱老，您刚才明明……这次比赛的冠军非名儿莫属。等到他日后被战神收为弟子，我会做主让他再收宋韵为徒，这样宋家也算傍上了战神的名号，日后在华夏行走也不会有人为难他。你要我拜钱明为师？战神的徒孙，那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到的恩典，怎么你还看不上了？宋韵，我已经念及一场血缘，对你仁至义尽，你可不要得寸进尺。怕是我敢拜，青叶却没福气承受。大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直呼战神的大名？直呼大名又如何？他见了我，还得给我跪下磕头。他竟敢辱骂战神，简直大逆不道！放肆！战神大人会给你磕头？你以为自己是神主大人吗？不错，正是我。见过装逼的，没见过这么蠢的装逼。你要是火焰令的主人，那老子就是玉皇大帝。岂有此理！这贱人不仅侮辱战神，还企图冒充神主。你可知，神主乃我华夏第一人，地位尊崇，可媲美神明。你如此欺辱，是在打我们整个华夏的脸。小姐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你可知冒充火焰神主，那就是触碰华夏所有世家，乃至全球武道的逆鳞，是会被全球诛杀的。四叔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原本我念你有点天赋，想给你一次机会，想不到你竟如此无可救药，跟你那个混账父亲一模一样。幸好我早有先见之明，将你母亲主管钱家，否则钱氏一族今日迟早会受你连累。父亲，宋韵侮辱战神在先，冒充神主在后，如此大逆不道，我认为应立即诛杀，替武道清理门户。不错，诛杀宋氏余孽，刻不容缓。没错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说得有理。若不趁此时处理这个隐患，来日被有心之人散播，误认为我钱家对神主与战神不敬，那可是塌天大祸。钱老不要！住手！属下就驾来迟，还请小姐恕罪。起来吧。装模作样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了？放肆！竟敢对我们小姐不敬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你这个混账东西，敢对本少爷动手！竟在我钱家的地盘如此放肆！今日我不教训你，你就不知天高地厚。今日若非我身受重伤，一定打得你跪地求饶。哼，就算你毫发无损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放肆！我女儿可是华夏排名第3的高手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要不是我们刚刚被东瀛狗贼打伤，老夫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。只有你们这种井底之蛙会守着这种排名不放。你可知我们钱家的背后是青叶战神？你说是谁？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青叶战神就是我的师傅，你得罪我们钱家，那就是跟青叶战神过不去。识相的，立刻跪地求饶，再自废武功。
谁给你们钱家的胆子，敢威胁我？青叶战神权势滔天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仅仅让你以死谢罪，已经是心慈手软。狐假虎威，仗势欺人，你们这种品德根本不配做武道世家。是，即日起，我便将钱氏一族逐出华夏武道。哎，你可是我见过最能装逼的人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将我钱氏一门逐出武道？你以为自己是战神大人吗？说的不错，我就是青叶战神。小的胡敏熙参见青叶战神。您是小姐的四叔，小姐是我的主子，我可不敢收您的礼。够了，你们的戏也该演完了吧？你要是青叶战神，那老子就是玉皇大帝。战神大人若是出现，必然仆人成群，浩浩荡荡，怎么可能孤身一人？周副将就在我钱家，若是战神大人真的来了，他不可能不陪同左右。你们两个混账东西，竟然假冒战神之名，真是不知死活！先把周瑜亭叫出来，问问他，本尊到底是不是战神？放肆！周副将可是在战神的第一心腹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直呼他的大名？他平时都是跪着向我回话。满嘴大话，我这就通知周副将前来，看你一会儿怎么死！蠢货，自寻死路还洋洋得意。参见周副将。青叶战神已先一步拜见神主，稍后就到。刚才我爷爷仁慈，还想给你们留一个全尸。现在周副将驾到，你们两个的下场只会比死无全尸还要惨烈数百倍。是吗？不知死活的臭丫头，马上我就要你知道厉害。周副将，宋家余孽闯入我钱氏门下，伙同一个小瘪三伪装战神大人，我们正要处置。宋家通敌叛国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如此恶徒，竟还打着战神的旗号招摇撞骗，简直岂有此理！今日我非亲手剁了他不可。哪里能劳烦周副将亲自动手？小的这就替您清理掉。宋月，你几次三番侮辱战神名讳，今日我便替他老人家诛灭你这孽障，受死吧！周副将，这种小喽啰交给我来处理就行，不用脏了您的手。属下参见战神大人。属下参见战神大人。这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是尊贵无比的战神？是战神令，他真的是青城山钱氏家主钱凤涛，拜见青叶战神。小的有眼无珠，不知战神大人大驾光临，还请您恕罪。刚才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让我死无葬身之地吗？战神饶命！我们刚才并不知战神身份，并非存心冒犯，请战神念及我钱家世代忠心武道，网开一面。战神大人，这个臭丫头不止侮辱您，还说您就是她的奴仆，还要让您跪着服侍。我们是气不过这死丫头如此大逆不道，见您与她多说了几句，才误以为您和她是同伙，这是误会。战神大人明鉴，我们钱家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维护战神您呀！你们怎么能如此颠倒黑白？你们自己得罪战神，不想受死，就将脏水泼到我家小姐身上，如此卑劣，怎配做武道世家？
踩着血亲的尸骨去谄媚讨好，不止不配习武，连做人都不配。我说的都是实情，在场这么多人都是人证，还请战神大人明察。属下参见神主大人。求神主大人饶我们一命，我们可是骨肉相连的血亲啊！你们身上毕竟流着钱家的血啊！你们刚才口口声声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，可曾想起过，与母亲是血脉相连的姐妹？我刚才那么做也是不得已，我都是为了钱氏一族的百年基业着想。在我生死存亡之际，是四叔不惜性命尊严，苦苦哀求为我求情，而你们，我骨肉相连的至亲，污蔑我双亲，踩着我的尸骨去卖好。钱氏一族对神主忤逆不敬，即日起自武道世家除名。我钱氏百年荣耀毁于一旦，毁于一旦啊！父亲，都是我害了父亲，害了钱家呀！钱夫人，当年宋家到底因何被灭？你可知道详情？钱若雨，你若还想钱氏一族能有活命的机会，速速从实招来，否则的话，我说就是。宋家被灭前半个月，宋燕山曾来过青城山，找到我父亲，想将宋韵托付给我们，并且愿意将宋家独门药方奉上，当作报答。竟有这种事？后来呢？据他所言，东瀛人觊觎宋家手中的一本绝世秘籍，几次三番出高价想买，都被宋燕山以华夏武道不能泄密拒绝。后来，东瀛人就开始不断对宋家的生意使绊子，可你们并没有答应。父亲当时还气愤大姐与宋燕山私奔一事，所以就……你们既然知道我父亲数次拒绝东瀛人，也知道东瀛人对宋家虎视眈眈，为何后来宋家被诬陷时，你们不站出来替他证明？你们就眼睁睁看着宋家被诬陷成卖国贼，举族上下78口被灭，内心就没有一丝愧疚之情吗？神主，这些都是我母亲和爷爷干的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您报仇，只管杀了他们！畜生，我打死你！母亲，钱家会沦落到今日，全都是你的错。我这么做是大义灭亲，是为了钱氏一族的将来着想。这就是我养的好儿子，报应啊！神主，我对您一直都是崇敬有加，日后由我带领钱氏一族，必定会为您鞍前马后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寡廉鲜耻，多看你一眼，我都觉得恶心。前世有你这种畜生，才是彻底完了。神主，神主，既然宋氏一门当年受尽冤屈，属下立刻让人公告天下，严明其中立败，还宋家一个公道。真的吗？若是能如此，那家主在天之灵也能得到安息了。不行。
真的吗？若是能如此，那家主在天之灵也能得到安息了。不行，知道当年真相的3人，如今都已经亡故，人证物证全无。就算昭告天下，旁人也只会说你们是屈服在我神主身份的淫威之下，向卖国贼跪壁求饶。刚才真不应该让钱老和钱夫人自杀。如今唯一知道当年真相的人，就只有远在祭坛山的母亲了。只要我能救出母亲，揭穿东瀛人的阴谋，就一定能替宋家洗刷冤屈。可是钱夫人死了，我们拿不到推荐信，该如何参赛？钱若愚死了，评委会要重新选定，而人选的评定归京城世家联盟统管。联盟盟主萧启与我一样，都是听命神主大人的人。你可以去找他。好，我们去京都。小姐，你一个人去实在太危险了，我真的是不放心。我看咱们再去找萧家主要一份推荐信，我陪你一起去比赛。四叔，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参赛的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而且我这一次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找机会潜入山中，看能不能找到母亲。一个人反而更便利。唉，都是四叔没用。要是我不是个残废，就不用让你一个人孤军奋战。四叔，东瀛人知道我的身份，这次比赛肯定会使绊子。你留在外面，万一我有什么意外，你也可以去找萧启支援我。是，四叔明白了。是，四叔明白了。1年1度的武道锦标赛即将开始，比赛规则十分简单，率先登上山顶，并且拿到胜利旗的人，就是本次比赛的冠军。在比赛过程中，会设置各种关卡，阻碍你们。无法突破关卡或举白旗投降者，自动退赛。若诸位没有异议，请签下生死状。历届武道比赛死亡者不在少数，今年的关卡尤为艰难。你一个姑娘家，还是趁早回去，否则一旦破了相，或者摔胳膊断腿，那可是一辈子都毁了。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哼，脾气倒不小。可惜今年的冠军非我莫属。怎么回事？刚刚还是晴空万里，怎么突然就变黑了？有什么可担心的？这些不过是障眼法，吓唬吓唬你们这些新手罢了。萧少，不愧是萧家未来家主，见多识广，处变不惊，让我等佩服万番啊！你们只要跟紧我，保管你们丢不了小命。此地不是寻常树林，像是被人施了阵法，要阻止我们上山。大家小心点，这里有阵法，都跟紧我。大家小心点，这里有阵法，都跟紧我。你逞什么能？一旦行差踏错，就会丢掉性命。听说你曾经在江城打败过3国高手，可武道锦标赛还有奇门遁甲、五行八卦，你们江城这种乡下地方学的，与京都世家根本没法比。你还是老老实实听萧少的指挥。武道比赛是个人战，管好你们自己就行。不识好人心，迟早有你后悔的时候。怎么样？找不到出去的路，知道后悔了吧？难道你知道如何出去？一开始我就看出来，此处是被下了五行阵中的阴阳双虚法。只要我们按照五行阵相反的规则，就可以出去。萧少果然学富五书，连如此晦涩的阵法都知道。宋韵，现在你服气了吗？臭丫头，我们萧少大发慈悲的教会了你，还不赶紧下跪磕头谢恩？耍嘴皮子没用，走得出去才是真本事。哼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好，我就走出去让你瞧瞧，什么是真本事。我们走了快20分钟了，
明明就在眼前，为什么一直走不出去？这个地方是我们刚刚走过的，我们被困住了。这可怎么办？这山林中断水断粮，我们撑不过3天就会化为一具干尸的。这可怎么办？这山林中断水断粮，我们撑不过3天就会化为一具干尸的。你干什么？现在撒气有什么用？最重要的是赶快想办法出去。看来这宋韵已经被困得狂躁，竟然批树泄愤。哼，简直就是一个蠢货。我们被困在山中，断水断粮，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保持体力。人家可是打败3国高手的大人物，哪能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相比啊？肯定要时时刻刻炫耀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行。啊！糟糕，一定是宋韵无乱批树，破坏了阵法。你批够了没有？你非要把我们都害死才满意吗？看你是女人的份上，我才对你诸多容忍。既然你不识相，那就休怪我手下无情。天亮了，我们破了阵法。你刚才一直在砍树，不是为了泄愤，是在寻找阵法的阵眼。可你是怎么找到的？任何阵法都有破解，之所以看不清，不过是因为身在其中，不得其法。若阵法被毁，阵眼自会显现。原来是这样，想不到你还精通5行阵法。雕虫小技。他不过是运气好才会破了阵法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哼！破天斧。师傅，您送我这把绣鸾刀，当真厉害无比。当年这把绣鸾刀与破天斧同时出世，是多少武道之人梦寐以求的神兵利器。可惜破天斧不知所踪，实乃一大憾事。大家小心，此人手中拿着的乃是破天斧。破天斧，那可是传闻中兵器排行榜第1的神兵利器。没想到武道众人苦苦寻师的破天斧，竟然落入东瀛人的手中。你们这群毛头小子，竟也识得我手中的宝物。既如此，还不如乖乖跪地求饶。这人是樱木大师的得意门生井上四野，他的师弟就是之前力克多名华夏高手的森田。之前森田上门挑衅，伤我萧家学徒数10人，我因故未能到场，不能亲自报仇。今日新仇旧怨一起算。萧少深得萧家武学真传，就算对上绝世高手，也毫无惧色。真是吾辈楷模。萧少此时占据上风，胜券在握啊！不自量力的东西，受死吧！臭丫头，凭你这3脚猫的功夫，也想与我为敌，简直是自寻死路！看招！想不到绣鸾刀竟在你的手中，你竟然手持绣鸾刀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听闻绣鸾刀是火焰神主的不传秘宝，怎么会在宋韵的手中？不过臭丫头，就算你手握如此利器，也休想赢我！宋韵，井上跟森田的武功根本不在一个级别，认输吧！你现在求饶都来不及，怎么还出言激怒他？你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？要是你现在肯向我磕头认错，我就大发慈悲，留你一具全尸。至于你的这些同伴，也可以留一条狗命。宋韵，你还等什么？快跟大师磕头认错啊！对啊，你自己想死也别连累我们。
千万英灵在上，难道你们想让他们看见他们牺牲性命护下的后代，如今是怎么对着他们的敌人谄媚求饶的吗？混蛋！我华夏儿郎就算要死，腰杆也得挺直了死。再说，我们几个都是京都各大世家的少主，这些动物们要丢了性命，也休想活着离开华夏。在这座山中，生死各安天命。况且比赛不过是个幌子，目的就是要你们的命。现在才想起来求救欧妈了，看他你们都要死在这里！我虽不喜欢宋韵，可她到底也是华夏武道的一份子。姚明，你先带其他人退到一边，我要帮她，否则我们今天都得死在这儿。八嘎！暗中偷袭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可你这种狗贼，用不着谈江湖道义。有本事你来杀我！喂，我帮了你，你连句谢谢都没有吗？没有你，我会更快杀了他。这是华夏武道的东西，收好了。什么女人啊！本少下次再管你，我就是傻逼！救命！救命！八嘎！老子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再敢反抗，老子将你先奸后杀！畜生！多谢少爷相救，举手之劳而已，不值一提。哼，你一个姑娘家，为什么会陷在这个荒郊野外？我叫小环，父母都是这山中农户。前几日村子里来了一伙东瀛人，强行要征收我们的土地，我们不从，就对拳打脚踢，还将我掳走。东瀛狗贼！竟在我华夏土地上如此耀武扬威，实在可恶！各位少爷小姐，你武功高强，能不能救救我爸妈？你一个农村姑娘，怎么看出来我们个个武功萧强的？想不到堂堂华夏武道第一宋燕山的女儿，竟然轻松栽在我的手上。看来你也是名不符实。宋燕山。宋韵竟然是卖国贼宋燕山的女儿！萧少，我看不如趁他现在身受重伤，一刀了结了他。萧少，还犹豫什么？当年宋燕山杀了我们那么多前辈，你们萧氏也有人受害。如今我们杀了宋韵，也是替天行道。你说的没错，国仇家恨，不能不报。宋韵，你放心。我会给你一个痛快，不会让你死得太痛苦。东瀛狗贼，你想让我们自相残杀？做梦！萧少说的对，宋家的仇先放在一边，解决东瀛狗贼再说。哼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你竟然没事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敢单枪匹手上山，又怎么可能毫无防备？从你出现开始，我就知道这是个圈套。你的匕首虽然锋利，但也不可能戳破我的软气甲。软气甲刀枪不入，乃武道至宝，竟会在你这个小丫头的手里。幸好我们没有动手，不然现在死的就是我们了。既然你没有受伤，为什么不出手？非要看着我们被打死，你是故意的吧？这是你们污蔑宋家的教训。污蔑？宋家卖国求荣，可是板上钉钉的，何来的污蔑？等等，你是想说，宋家当年是被人陷害的？难道是东瀛人？哼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你的话？你有证据吗？抓到他的幕后指使，
自然就有证据。你别再运功了，这银针已经流进身体，根本无法运功逼出。这毒针并没有毒性，对方耗费这么多功夫，不会只想让我被银针折磨。这山里怎么会笛子的声音？但是又不像是奏曲，反倒像是在召唤什么东西。他们是在召唤毒蛇，伤口无法愈合，鲜血不仅会引来毒蛇，还能召唤猛兽，到时候我就会成为他们的食物。这是解毒丹，你们先吃了，寻常毒物不敢近身。你这个宋家余孽，会有这么好心？该不会是想趁机毒死我们吧？他如果要害我们，只要做事不露就行，何必下毒多此一举？你们也都是堂堂男子汉，未来各家家主，别畏首畏尾的像个孬种好不好？你拿这些药草干什么？我师父曾说过，天下万物相生相克，凡有毒物者，7步内必有解药。药材混上这解毒丹，铺在四周形成结界，任何毒物都不敢靠近。你是要运功逼出毒针吗？你们只要乖乖待在结界里，就会安全。小少，这可是诛杀宋家余孽的良机呀！要不然我们……宋运几次三番救我们，要是我们真的干出背后偷袭的事，跟那些东瀛狗有什么两样？萧少说的是，看在他救我们一命的份上，我们替他护法，只当报答。这毒针虽在我周身经脉运转，无法轻易逼出，但师父曾教我倒转经脉之法，或可一试。此处经脉乃是你功法死门，一旦被敌人掌控，必死无疑。师父，那我该如何做？我来教你逆转经脉之法，待你学会，便可随意扭转体内穴位经脉，让敌人无法掌控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真气吗？看来他不仅要逼出毒针，就连武功修为都在提升。不好，有人来了！我们的目标是宋运，你们这群支那猪速速离开，否则死！呸！就凭你们这几个东瀛走狗，也敢在这儿耀武扬威？现在不是80年前，我华夏大地轮不到你们做主。想要我们离开，得先问问小爷们手中的剑答不答应。不自量力，给我上！兄弟们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抗战。80年前我们的祖辈没有输，如今轮到我们，更不可能输。给我冲啊！看死这些东瀛狗！你们这些该死的东瀛狗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堂堂萧家少主，不过如此。呸！狗贼，要杀就杀，别说那么多的废话。不过，你敢杀我吗？刚才我已经放出信号弹，我二叔很快就会带人来救我。除了我，这里还有姚家、钱家的少主，个个都是华夏举足轻重的大家族。若我们死在这场赛事里，你们樱花国休想善了！哼，谁说是我们杀了各家少主？
明明是宋家余孽狂性大发，为夺冠军，丧心病狂杀害各家少主。我东瀛武士拼尽全力，死伤无数，终杀了宋运，为华夏武道报仇。至于这手镯，也理当作为谢礼，归我们樱花国所有。原来你们的目的是要陷害宋运，正大光明的拿走手镯，无耻！华夏武道全都是一群垃圾，宋家铁骨铮铮，却被你们骂成卖国贼。宋家手镯自然该归我们。你是说，当年宋家是被你们陷害的？我们本以为毁了宋燕山的名誉，让他在华夏国无法存活，自然会投靠我们樱花国。哪知此人油盐不进，宁愿毁了宋家绝世秘籍，也不肯卖给我们。如此冥顽不灵之人，我们只能斩草除根。你们这群畜生！哈哈哈哈！当初走绕宋家最狠，最恨不得将他们挫骨扬灰的，可是你们华夏人自己，现在倒变得义正言辞了。哼！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我华夏武道亏欠宋家良多，今日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要为宋家保住这最后的血脉！你马上去杀了宋运！只要我们还活着，你们东瀛狗贼的奸计就休想得逞！对，我们绝不会再让你们伤害宋家人！哼，就凭你们几个想阻止我们，做梦！把这些人统统带走，我可没有耐心再陪他们玩了。不要啊！宋云醒了，他醒了！给我上，杀了他！蚍蜉撼树，找死！这是秀鸾刀第9招，绝情一刀斩。传闻中这是火焰神主的绝学，宋运竟练到了第9招，莫非他是？属下救驾来迟，还请神主恕罪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四叔，你别担心，全靠这个手镯，不仅帮我逼出体内的盲针，还提升了修为。可惜时间太短，未能全部炼化手镯的力量。小姐竟有如此奇遇，一定是家主在天有灵在保佑您。都是属下来晚，险些让神主遇险，还请神主责罚。刚才我闭关打坐，若非萧劲等人拼死相护，恐怕我也等不到你们支援。神主过奖，可静儿他们人呢？他们刚刚被东瀛人带走了。什么？神主，此次的武道比赛比往届危险100倍，看来是东瀛人故意设下的圈套。不错，他们想重演当年宋家灭门惨案，让我与整个华夏武道为敌，好夺走手镯。萧劲等人被带走，恐怕凶多吉少。神主，这次比赛的裁判已经被我们抓起来，说不定能从他口中问出些什么。来人，把他带上来！说是谁指使你们在比赛中下毒手的？冤枉啊，战神大人！武道比赛一向是生死各安天命的，哪有什么人指使啊？
还不说实话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是佐藤五郎指使的，他想重演当年宋家事件，诛杀各家青年一代，阻止华夏武道崛起。他就在山顶的石室里。萧启，你下山通知各大世家，让他们小心戒备。青叶、四叔，你们随我上山救人。大家小心，恐防有诈，别走散了。韵儿，快到母亲这儿来，母亲做了你最爱吃的芙蓉糕。母亲最好了。母亲，小姐，是夫人，是夫人啊！神主，这是我纯钢打造的牢笼，上面还通了电，任何武器都休想能斩断。你们别白费心思了。佐藤五郎，不错，正是我。想不到你还挺厉害，竟然能一路过关斩将来到这里。可惜呀，你最终还是会死在这儿。我认得他，小姐，当初就是他到宋家威胁家主毒害武道同胞，诛杀宋氏满门。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佐藤狗贼，今日我就要拿你的人头祭奠我宋氏满门。宋韵，如今你已是我的阶下囚，还敢如此大言不惭？哼，你以为区区铁笼就能困住我？做梦！狗贼，你干什么？快放开我母亲！再犹豫下去，我的条件可不止如此了。青叶，狗贼，敢欺辱神主，简直找死！宋韵，马上让你的手下停手，否则我就拧断钱若云的脖子！不要！青叶，住手！马上住手！打开石门！是几位少家主？狗贼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这个卑鄙小人！战神大人，这些都是各大世家继承人，若因为神主而死，日后神茂将无法在华夏立足。胡馆主，绑吧。别想跟我耍把戏，用铁钩穿过他的琵琶骨，废了他的武功。狗贼，你找死吗？我说过，你敢动一下，他们就得受苦。神主，我死不足惜，先救几位少家主和夫人。真是一条忠心的好狗，还不快做！再犹豫下去，我的条件可不止如此了。青叶，呲，你可真是不听话！不听话的狗，就是要被教训！住手！佐藤狗贼，我要杀了你！我一定会杀了你的！生气了？这才只是前菜而已。住手！给我住手啊！四叔，母亲！
姐，住手！你们这群狗贼，住手啊！什么火焰神主、青叶战神，我呸！如今还不是像狗一样任我折磨？宋韵，只要你将首创交出来，我可以免你受皮肉之苦。这些人，我也能留他们一条狗命。小姐不要！手串是大气至宝，是宋家全族牺牲性命保全的东西，千万不能交给东野狗贼啊！神主，千万别为了我们妥协，不能上东野狗贼的当。韵儿，母亲看到你平安长大，已经很满足。不要再让母亲拖累你，母亲好累了，该去见你父亲了。韵儿，哼，想自杀，毁了我的计划。没有你这个废物，我还有其他筹码。母亲，母亲，狗贼，放开我母亲！我给你机会，你却不珍惜，那我就自取。想不到这手串竟然认主！狗贼！手串是我宋家誓死守护的东西，你休想拿走！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迟1分钟交出来，我就杀一个！住手！狗贼，你给我住手！心疼了，刚才这些人可是拼死为你护法。现在又因你而死，下一个，你说选谁好呢？是你的四叔青叶战神，还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个？小姐，我是个废物，活着也没什么用。可这些年轻人是华夏武道的希望，只要有他们一日，樱花国狗贼就不敢犯我华夏。小姐，以后四叔不能再照顾你了，你要保重啊！四叔，护关主，生一生如，不如死亦荣。宋家世代忠烈，小姐勿忘啊！四叔，我记得生一如不如死一如。四叔，我记得生一如不如死一如。果然是大天之宝，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，我一定要得到它！快给我抢回来！哼，一群蝼蚁想偷我华夏至宝，你们也配！该死的宋韵，死到临头还敢杀我手下！好，我就先杀了你！这是千年蚕丝所编织，刀枪不入，怎么会？今日我就要为父母亲、四叔，还有当年宋家78口讨回血债！这是什么功夫？这是老神主的火焰神诀，
练成此功法者，一念可催动天象。佐藤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想要我的命，没那么容易。神主小心，他要吸收其他斗鹰狗的功力。这是我佐藤家的黑暗秘术，至阴至毒，中者必死。妖魔邪祟，岂可战胜我华夏正气？妖魔邪祟，岂可战胜我华夏正气？母亲，母亲，你醒醒，醒醒啊！还好，还有气息。神主，胡关主还没死，他还有微弱的气息。神主，首创与火焰令都蕴含巨大的能量，如今您已将两者因为一体，若以您的鲜血为引，输出这股力量到夫人和胡关主身上，说不定可以起死回生。醒了，神主，他们醒了。四叔，母亲，你们终于醒了。玉儿，我的玉儿，母亲，玉儿终于见到您了，母亲。神主，如今宋家的冤屈已经昭告天下，国主也下令为宋家总修书立传，搭建祠堂供后人祭拜。您何不留在京都？樱花国的阴谋被揭穿，如今正在大肆搜捕境内樱花残部，若神主在此，也能威慑他们。佐藤五郎已死，剩下的小喽啰不足为惧。国主将家父的骨灰归还，宋家也正在重建。我要带着母亲与四叔回去，让父亲落叶归根。既如此，我们就不多留神主了。日后你有任何吩咐，随时传信。倾城诀武功博大精深，希望你能带领京都各家少家主勤加修炼，日后也好为华夏武道尽力。神主放心，我一定好好修炼，不辜负您的期望。母亲，四叔，我们回家。好，回家。